今天我们要聊聊血糖飙升背后的真凶，以及如何用食物来稳定血糖。现代社会有一种病叫做糖尿病，就像一个不请自来的恶客，一旦上门就赖着不走，折磨着越来越多的人。糖尿病听起来只是血糖高的问题，但千万别以为它无关痛痒。血糖长期控制不良，等于在身体里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，它会悄悄侵蚀我们的器官。心脏可能因为血糖高而加速老化，肾脏可能因长期超负荷过滤糖分而受损，眼睛视网膜会被高血糖侵犯，导致视力模糊，四肢末梢神经也可能因糖毒性而麻木甚至溃烂。糖尿病带来的一系列可怕并发症，像心肌梗塞、中风、失明、肾衰竭、糖尿病足等等，无一不是对生命品质的严重威胁。所以稳定血糖对糖友来说，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口干多尿，更是为了避免身体被慢慢蚕食。有人或许会想，反正现在有胰岛素和各种降糖药，血糖高了打一针不就行了？但这就好比拿水桶去接天花板上漏下的水，头顶的大洞不补，水还是会一波波漏下，你永远接不完。意思就是，如果不从源头改变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光靠药物把血糖压下去，过不了多久，血糖还是会再度飙升。我们的身体不是机器，不能一边大量进糖，一边又指望药物完全善后。长此以往，管控总有失灵的一天。所以说，找出血糖飙升的真正元凶，揪出饮食中我们一直吃错的东西，才是强服糖尿病的关键。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故事。张先生今年60多岁，是一位老糖尿病患者。他每天都在和血糖数值搏斗，胰岛素笔随身携带，药也没少吃，但他的血糖记录本上数字依然起起伏伏，像座云霄飞车。医生一再叮嘱他要严控饮食，可张先生总觉得自己并没有吃什么甜的东西，为什么血糖还是居高不下呢？直到有一次复诊，医生仔细询问他的饮食内容，才发现一个惊人的细节：张先生每餐必吃的一样自以为健康的食品，竟然是血糖的隐形杀手。没错，我们日常餐桌上的食物并非看起来都那么无辜，有些貌不惊人的常见食物，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升糖凶手，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血糖推向高峰，让控糖的努力前功尽弃。就拿张先生的情况来说吧，他后来发现自己每餐喝的一大碗白米粥就是罪魁祸首之一。白粥看着清淡，实际上因为大米熬得软烂，淀粉结构已被破坏，一吃下肚就迅速变成葡萄糖溶进血液，导致餐后血糖飙升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比如外表朴素的精致白米饭、白面包，内含的大量精致淀粉也是一下肚就分解成糖分，让血糖值刷地往上窜。又比如让人垂涎的蛋糕甜点，它们充满了蔗糖和不健康的反式脂肪，不仅令血糖飞涨，长期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甚至有些打着无糖旗号的饮料，其实暗藏高果糖、糖浆等甜味剂，喝下去照样让血糖失控。再说说很多人自以为养生的粥品，除了前面提到的白米粥，像南瓜粥、八宝粥，如果加了糖或用糯米、白米煮，升糖速度也一点不比吃糖慢。至于含糖的酒类饮料，像甜米酒、甜葡萄酒，看似喝的不是糖，实则酒精会干扰肝脏平衡血糖，更别提其中的糖分同样不低，双重作用下更容易造成血糖波动。听了这些，也许你会惊呼，原来让血糖飙升的真凶竟然是我们每天吃的东西，难怪有些糖友明明低糖不沾，血糖还是降不下来。这就是因为我们以为没吃甜的同时，往往不知不觉摄入了大量能转化为葡萄糖的碳水化合物。不过别灰心，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知道了那些隐藏的高升糖陷阱后，我们也就能想办法绕开它们。科学家们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指标来帮助我们识别饮食中的地雷，那就是血糖生成指数，简称 GI。 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学术，但其实很容易理解。 GI 值越高，表示该食物进入体内后，让血糖上升得越快越剧烈。 GI 值低则说明释放平缓，对血糖冲击小。打个比方，有的食物仿佛只是往平静水面投下一颗小石子，
激起的只是层层微波，而有的则好比扔下一颗巨石，溅起巨浪滔天。一碗燕麦粥升糖缓慢，就像细浪推动血糖缓缓上升。一杯含糖汽水下肚，血糖犹如海啸般猛涨。这就是高 GI 食物的威力。善用 GI 指数，糖友们就能避开不少血糖陷阱。不过需要提醒的是，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对食物的反应也略有差异，所以 GI 值只能做参考，而不是绝对的金科玉律。尽管如此， GI 指数仍然给我们指明了方向，尽量少吃那些会引发海啸的高 GI 食物，改为选择更多细浪慢推的低 GI 食物。我们该如何在日常饮食中调整呢？其实原则并不复杂。首先，把主食从精白米面换成富含纤维的全谷杂粮，例如用糙米、燕麦、薏仁、苦荞麦来替代部分白米饭，或是将白米与这些粗粮混合再煮饭。由于膳食纤维可以减缓糖分吸收，这样搭配能让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明显放慢。其次，3餐定时定量，不要饿一顿饱一顿，更不要暴饮暴食。少量多餐或定时加餐可以避免血糖的大起大落，例如下午加餐时可以抓一把坚果或者来一小杯无糖优格，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避免血糖飙升。再者，吃水果有学问，水果虽然天然健康，但含糖量高低差很多。糖友适合选择樱桃、奇异果、柚子这类糖分和 GI 较低的水果，每次吃的量不要太多，而且最好分散到2-3个时段吃完。还有爱喝粥的朋友，可以在粥里加点丰富蛋白质的食材，比如鸡蛋或瘦肉丝，同时搭配青菜同吃。蛋白质和蔬菜中的纤维会在胃里抓住一些葡萄糖，让它慢慢释放出来，如此就不至于喝碗粥就血糖暴涨。最后，酒能不喝就不喝，尤其甜酒绝对要敬而远之。如果不得不参加应酬，红酒、清酒等含糖较低的酒少量浅尝即可，千万别豪饮。透过这些饮食调整，不少糖友已经尝到甜头。我在社区医院工作20余年，见证了无数糖友为控制血糖绞尽脑汁的故事。张阿姨就是个典型例子。她刚确诊糖尿病时，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垂头丧气，愁容满面地问医生，这下完了，以后是不是就只能吃白水煮菜了？然而在营养师的指导下调整饮食3个月后，他的糖化血红蛋白从原本接近2位数的危险值降到了接近正常的水平，笑容也重回脸庞。他感慨地说，原来控糖不等于断糖，关键是吃对食物。现在的张阿姨菜单和从前大不相同，早餐来一碗香浓的燕麦南瓜粥配水煮蛋，午餐和晚餐时苦瓜炒蛋、凉拌木耳经常登场，主食也不再清一色是白米饭，而是用紫薯、燕麦和少量米饭混合蒸饭。正是凭借这些改变，他重新吃得有滋有味，同时血糖也保持在理想范围。那么到底哪些是对的食物呢？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出了答案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营养与代谢研究团队发现，有5种常见食材对平稳血糖特别有帮助，堪称天然的胰岛素替补。换句话说，经常摄取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糖像装上了减震器一样维持稳定，不再轻易暴冲。这5种食物之所以被称为天然胰岛素，并不是说它们真的含有胰岛素，而是因为它们在体内能发挥类似胰岛素的效果，要么提高胰岛素敏感度，帮助自身分泌的胰岛素更好地发挥降糖作用，要么本身含有活性成分，直接促进血糖降解或抑制糖分吸收。总之，就是从各个角度帮我们稳住血糖。不卖关子了，现在就让我们揭晓这5大神奇食物的庐山真面目。1. 苦瓜。苦瓜在各种降血糖食物的排行榜上几乎都能名列前茅。别看苦瓜名字带个苦字，对糖友来说，它可是难得的甜蜜良药。现代研究发现，苦瓜中含有一种独特的多肽类物质，俗称植物胰岛素。这些成分能够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，部分模拟胰岛素作用来促进葡萄糖利用。有临床试验以100多名第2型糖尿病患者为对象，让实验组每天食用一定量的苦瓜制品，连续12周后测量，发现他们的空腹血糖平均下降了1点多 mmol， 这相当于服用部分口服降糖药的效果。更妙的是，
苦瓜还能抑制肠道对糖分的吸收，减缓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，让血糖上升的如同蜗牛爬坡，既缓慢又平稳。其实中医早就认识到苦瓜的价值，早在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就记载，苦瓜可以除邪热、解劳乏、清心明目、益气壮阳止渴。这里的止渴指的就是古人所说的消渴症，也就是今天的糖尿病。古人虽不知胰岛素为何物，但已发现苦瓜能缓解糖尿病患者口渴多饮的症状，可谓相当有先见之明。现代不少国家的民间偏方中也有用苦瓜来对抗高血糖的做法，例如印度、东南亚一些地区会把苦瓜榨汁当药喝，甚至制成苦瓜胶囊当保健品。由此可见，苦瓜被称作植物胰岛素是当之无愧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再好的东西如果味道难以接受，长期坚持也不容易。苦瓜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一个苦字，许多人光闻到味道就避之不及。为了让自己能长期受益于苦瓜的降糖功效，糖友们也是绞尽脑汁发明各种吃法。60岁的王先生很想吃苦瓜，却受不了苦味。他想出了一个妙招，先将苦瓜剖开去瓤，切成薄片后用淡盐水腌15分钟，逼出部分苦汁，然后快速清炒，并滴入几滴蜂蜜调味。这么一来，苦瓜依然带着微苦，但多了一丝回甘，口感清脆又不失降糖效果。他笑称这是糖友版的鱼与熊掌兼得。也有糖友干脆把苦瓜榨汁搭配其他蔬果一起调饮，或者将苦瓜切片晒干后泡茶喝。虽然喝起来略苦，但想到对健康的注意，很多人也就慢慢习惯那股清苦味道了。总之，无论是凉拌、清炒还是榨汁泡茶，只要找到自己能接受的苦瓜吃法，长期坚持下来，苦瓜必定会成为您血糖控制路上的忠实盟友。2. 燕麦。说完了苦的，再来说说朴素的。燕麦曾经是许多中国人不太习惯的食物，现在却成了糖友们的饮食明星。为什么一碗貌不惊人的燕麦粥有如此大的魔力稳定血糖呢？奥秘就在于燕麦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，其中最关键的成分叫贝塔葡聚糖。当燕麦与水煮成粥时，贝塔葡聚糖会形成粘稠的胶状物质，简直就像在我们肠道里铺了一层绒毛地毯，可以包裹碳水颗粒，延缓淀粉的分解和葡萄糖的吸收。据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团队的分析，燕麦粥中的这层纤维凝胶能将肠道对碳水的吸收速度降低约40%。难怪糖尿病教育课上，医生总是建议用燕麦来替代部分白米饭当主食，道理就在这里。我的同事刘医生就是一位资深糖友，他每天早餐雷打不动来一大碗燕麦粥，一坚持就是10年。他常自嘲说，别看这灰扑扑不起眼的东西，它可是我的血糖守门员呢。他的经验也得到数据印证，血糖控制得非常平稳。最近5年的复查中，糖化血红蛋白一直保持在 6% 以下，堪称范本。燕麦的神奇还不止于此。由于富含纤维，燕麦粥很有饱足感，喝上一碗往往好几个小时不觉得饿，这可帮了糖友们的大忙。不饿就不容易嘴馋去乱吃东西，等于间接控制了热量和血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还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，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。对糖尿病人而言，这相当于一石二鸟，同时减少了心血管并发症的风险。当然，我们在选择燕麦时有一点很重要，那就是尽量选择原味未经糖浆调味的纯燕麦。有些即食燕麦片为了口感，额外添加了不少糖和奶精。如果贪图方便，喝了那种甜滋滋的燕麦冲泡饮，反而会让血糖不降反升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建议购买带有完整颗粒的燕麦，如刚切燕麦或燕麦米，自己回家加水或牛奶煮，既天然又健康。如果觉得单吃燕麦粥太单调，可以加入少许牛奶或豆浆同煮，还可以撒点肉松增加风味，甚至可以将燕麦和紫薯、小米等一同熬煮成杂粮粥，口感更加丰富，也摄取到更多元的营养。其实除了燕麦之外，苦荞麦、大麦等全谷杂粮也都对血糖友好。荞麦有五谷之王的美誉，
含有多种有益成分，不仅降糖，还兼具降脂、降压功效。大麦中的贝塔葡聚糖含量也很高，在欧美一些国家被广泛应用于糖尿病餐单中。总之，原则很简单，少吃白的白米、白面粉，多吃粗的和带颜色的糙米、紫米、燕麦、薏仁等，您的血糖就会平稳得多。3. 菇类食物，香菇、木耳、金针菇、杏鲍菇，五花八门的食用菌菇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佳肴，更是糖友们的福音。菇类普遍升糖指数极低，因为它们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很少，大部分是难以消化的纤维和多糖体。研究显示，菇类中的特殊多糖和膳食纤维结合后，形成天然的糖分减速带，能将餐后血糖的峰值降低约 25%。 这意味着同样一餐饭，如果把其中的精白主食替换掉一部分，改以菇类入馔，血糖上升幅度就会明显减小。更有趣的是，菇类中的某些活性物质还能模拟胰岛素的作用，帮助血液中的葡萄糖更顺利地进入细胞氨家，从而降低血糖水平。也就是说，菇类一方面减缓糖分吸收，一方面帮助利用糖分，双管齐下，表现十分优异。很多糖尿病友都学会了巧用菇类来抑制血糖。还记得前面张先生喝粥导致血糖飙高的问题吗？如果在煮粥时加一些菇丝同煮，就能有效降低粥的升糖负担。我认识的一位退休老厨师赵大爷，发明了一道独门秘方菇菇饭。他把香菇、洋菇等各种鲜菇切碎，和大米按1:4的比例混合蒸饭，这样蒸出来的菇饭鲜香可口，而且因为米饭中掺入了大量菇类纤维，平均每一口饭所含的碳水都降低了，血糖反应自然就没那么强烈。赵大爷乐呵呵地说，这招把我的血糖给压住了，体重也跟着掉了好几公斤，真是一举两得。的确，菇类几乎不含脂肪，热量极低，又能增加饱腹感，对需要控制体重的糖尿病人非常有益。提到菇类，不得不重点介绍一下黑木耳。黑木耳其貌不扬，却是2型糖尿病患者的理想食物之一。它富含可溶性胶质和膳食纤维，饭前喝一碗黑木耳汤，或者饭后来一份凉拌木耳，都能帮助减缓葡萄糖吸收，平稳血糖。而且黑木耳还有一个额外的优点，它能降低血液粘稠度，预防血栓形成。民间一直有句俗话，天天2朵木耳云，气血通畅，百病无说的，就是经常吃黑木耳可以软化血管，预防三高。对糖友而言，每天吃上几片黑木耳，不仅稳糖，还顺带养护心脑血管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不过需要提醒的是，部分菇类属性偏寒凉，脾胃虚寒者应适量，痛风患者也不宜一次吃太多。4. 紫薯，也就是紫色的甘薯，是近年来养生界的网红食物。它除了颜值高，紫红的薯肉令人赏心悦目，内在更是暗藏玄机。紫薯之所以呈现紫色，是因为其中富含花青素，而花青素可不仅仅是颜料，它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剂，同时在控糖方面表现突出。科研人员发现，花青素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，让碳水化合物分解变慢。简单来说，同样吃一碗主食，白米饭可能很快转化成大量葡萄糖冲击血液，而紫薯释放糖分的速度要慢得多。哈工大的研究指出，紫薯的 GI 值升糖指数比白米饭低了约40%，而且紫薯中的成分有助保护胰脏功能。难怪有人戏称紫薯是糖友们的紫骑士，为血糖打造了一道守护屏障。其实早在几十年前，就有人注意到以紫薯为主食的群体健康状况更好。日本冲绳群岛的老人以长寿著称，他们传统饮食中紫薯是主角之一。专家研究发现，冲绳老人的糖尿病和心血管病发生率都很低，这与他们大量食用紫薯不无关系。对于糖尿病患者，紫薯确实是一种理想的主食替代品，它甜糯可口，却不像白米白面那样让血糖大起大落。一位糖尿病专科护士小李就坚持每天早餐吃蒸紫薯，搭配牛奶。他笑称紫薯是上天送给糖友的紫色保镖，护卫着他的血糖不上蹿下跳。他还经常提醒门诊的患者紫薯怎么吃更健康，比如蒸熟的紫薯可以晾凉后再吃，
或者放进冰箱冷藏一阵再食用。这样一来，紫薯中的部分淀粉会转化为抗性淀粉，即难消化的淀粉，升糖速度进一步放慢。还有，紫薯不一定只能当主食，切块烘烤后当零食，或熬粥时丢几块紫薯，都能增加纤维和营养，可谓一举多得。当然，紫薯虽好，也不能过量。一小块紫薯约拳头大小，100克左右，就含有25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，吃多了一样会累积糖分。糖友们可以将紫薯作为主食的一部分，搭配餐盘，例如每餐用紫薯代替1/3到1/2的白米或白面主食，既能满足口腹之欲，又达到控制血糖的目的。除了紫薯之外，山药、芋头、南瓜等根茎类食物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它们的升糖指数都比白米饭低，营养价值更高。相较之下，紫薯因为花青素丰富而更胜一筹，综合评比仍然是首选。5. 杏仁。大家或许会好奇，杏仁不是坚果吗？怎么也算胰岛素？其实，这里指的杏仁是我们日常吃的甜杏仁，也就是扁桃仁，而非中药里带有毒性的苦杏仁。杏仁作为坚果家族的一员，可谓营养丰富的全能选手。它富含优质脂肪、蛋白质和膳食纤维，含糖量极低，吃一把杏仁几乎不会让血糖上升。更特别的是，杏仁里的镁元素和不饱和脂肪酸搭配，能够有效改善胰岛素抵抗，提升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。有人做过实验，让第2型糖尿病患者每天坚持吃大约30克杏仁，3汤匙左右，3个月后测糖化血红蛋白，平均下降了 0.8 个百分点，别小看 0. 几。对糖友来说，将近1个百分点的下降，足以让并发症风险大大降低。难怪美国糖尿病协会也将杏仁列为糖友推荐食物。我曾遇到过一位60岁的老教授糖友，他每天下午都会泡一杯清茶，配几粒杏仁当加餐点心。他笑称这是他的糖友会员卡，每天刷卡一次，饭后血糖就不会出格。还别说，自从养成这个习惯后，他餐后2小时，血糖从过去经常超标，动辄12、13以上，降到了8左右，几乎回到正常范围。他打趣道，杏仁看起来不起眼，胖乎乎的像一艘小船，但就是这小船把我血液里多余的糖分都运走了。杏仁的美味吃法有很多，最简单的当然是直接当零食咀嚼。此外，你也可以把切片杏仁拌入沙拉，或者磨成杏仁粉掺在全麦面粉里做烘焙，为点心增添健康属性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最好选择原味未经糖盐炒制的杏仁，如果买的是蜂蜜杏仁、焦糖杏仁，含糖和钠都较高，反而得不偿失了。总的来说，每天1小把，杏仁约5到10粒足矣，不宜因为它好处多多就无节制的猛吃坚果，否则额外摄入过多的脂肪热量反倒会影响体重和健康。除了杏仁以外，核桃、腰果、开心果、花生等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它们虽然成分各有不同，但同样属于低碳水、高营养的食材。比如核桃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有益心脑血管；开心果含钾多，有助降血压；花生价格亲民，也提供蛋白质和膳食纤维。不过要记住，无论哪种坚果，都尽量选择原味清淡的，才能真正发挥健康作用。以上介绍的5种食物，各有各的营养强项和使用诀窍，但都能成为我们稳定血糖的利器。不过，仅仅靠食物还不足以彻底击退糖尿病这个顽敌，我们还需要综合管理自己的生活方式。首先是规律运动的重要性，运动堪称天然的胰岛素增效剂，能帮助肌肉细胞更有效地利用血糖，从而降低血糖水平。糖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，例如每天快走30分钟，或每周累计15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，长期坚持下来，肌肉量增加，新陈代谢率提高，胰岛素抵抗也会有所改善。不过运动时要量力而行，避免过度剧烈导致低血糖或受伤。此外，餐后稍微活动活动，如散步10分钟，也有助于血糖平稳。心理压力和睡眠品质也是血糖控制中经常被忽视的环节。压力大时，体内应激激素上升，可能引起血糖波动；睡眠不足则会扰乱内分泌，使胰岛素作用效率降低。因此，
糖友们要学会给自己减压，比如培养一些放松身心的兴趣爱好，和亲友谈心，练习深呼吸或冥想等，保证每晚有足够且高品质的睡眠也很重要。睡前远离电子屏幕，泡泡热水脚，都有助于提高睡眠品质，从而稳定内分泌。其实运动和心理这些因素说到底也是为了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和我们前面强调的天然食物控糖是异曲同工的。借由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全方位的提升身体对血糖的处理能力，我们就能最大程度的与糖尿病和平共处。纵观医学史，饮食疗法在糖尿病防治中一直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。胰岛素尚未发明的年代，控制饮食几乎是糖尿病人唯一的活命法宝。19世纪的欧洲医生甚至制定过饥饿疗法，要求患者严格限制碳水化合物摄入，靠极低的热量维持生命。这种极端方法虽然有效延长了一些患者寿命，但也让人苦不堪言。中国古代亦有许多关于消渴症的饮食疗法记载，除了前面提到的苦瓜之外，一些苦寒中药如黄连、天花粉等也被用来降低尿中糖分。直到1921年，胰岛素的发现才改变了一切，糖尿病从绝症变成了可控制的慢性病。然而，即便有了胰岛素，人们很快认识到，光靠打一针并不能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，饮食调节依然不可或缺。100年之后的今天，我们对糖尿病的理解更加深入，那些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殊途同归。健康均衡的饮食仍然是糖尿病管理的基石。总而言之，糖尿病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无知和怠惰。只要揪出了血糖飙升的真凶，改掉我们过去吃错的习惯，再加上善用这5种天然胰岛素食物，我们就能牢牢驯服那匹脾气暴躁的血糖野马，让它乖乖听话。最后再帮大家总结一下饮食控糖的要点：远离高糖高淀粉的地雷，拥抱高纤维高营养的保障食材，同时学会合理搭配餐盘，例如采用糖友餐盘法，每餐盘子的1/4装主食，优选燕麦、紫薯等低 GI 碳水，1/4装优质蛋白质，鱼肉、禽肉、蛋类、豆制品等，剩下1/2堆满各种低淀粉蔬菜、绿叶菜、瓜类、菇类等。记住今天介绍的控糖五虎将：苦瓜、燕麦、菇类、紫薯和杏仁，经常把它们请上餐桌，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我们的血糖一定能稳稳当当，陪伴我们健康的走过漫长人生路。